明明统计局明明白白写着全县平均工资才2、3千，招聘软件翻到底全是2500底薪单休还没社保的岗位，可街头放眼望去，几十万的奔驰宝马遍地跑，工作日下午3点，高档茶楼、麻将馆挤得连空位都找不到，周末人均好几百的高端私房菜提前2天都订不到座，90%回老家的人都被这诡异的县城折叠现象搞懵过。想不通那帮看起来天天不用上班，花起钱来比月薪几万的大城市白领还潇洒的人，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今天咱们就把县城这层虚假繁荣的窗户纸彻底捅破，把支撑这套诡异逻辑的底层规则扒得明明白白。要搞懂县城的运行逻辑，首先得砸碎你在大城市待久了养成的固有常识。你在大城市默认一个地方要有钱，就得有发达的实体产业，靠生产创造价值才能支撑消费和基建。可放到县城这套逻辑根本行不通。你回头看老家的县城，除了几家半死不活的加工厂，满街开的不是奶茶店就是房产中介，根本找不到几个能赚外地钱、赚全国人民钱的实体产业，连个能拿出手的本土品牌都没有。你看到的那些比省会还宽的双向8车道、气势恢宏的政务中心，动不动投资几个亿的湿地公园，钱根本不是凭空变出来的，答案就藏在转移支付4个字里。你可以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庞大的集团公司，江浙沪珠三角就是集团里最能赚钱的核心业务部门，每年能创造天量的利润。而中西部的广大县城看起来不仅不赚钱，甚至每年还要亏钱，但集团绝对不能把这些亏损部门裁掉，因为这些县城承担着国家最核心的底线功能，粮食安全要靠他们种粮，生态保护要靠他们涵养水源，大城市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要靠他们养育，整个社会的基层稳定更是要靠他们托底。他们是整个国家的压舱石，少了他们根本不行。既然是压舱石，就必然要有人为他们的运转买单。所以中央财政每年都会把发达地区赚来的税收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像输血一样精准打到每一个县城的毛细血管里。你看到的县城、高铁站、新医院、新学校，修这些的钱根本不是本地人纳税赚来的，全是自上而下的精准输送。这也是县城经济的核心逻辑之一。这里的繁荣本质上根本不是当地人创造出来的，而是自上而下分配来的。国家的钱打给县财政之后，这笔巨款又怎么流到麻将馆，变成老乡手里的豪车首付？这就要说到第二个核心逻辑，体制内群体的凯恩斯乘数效应。大城市带动消费的主力是互联网程序员、金融分析师，这群人收入确实高，但抗风险能力其实很差，一纸裁员通知就能让他们直接断供。而县城但凡来一阵经济寒风，路边的私企小商店首先关门歇业，真正能支撑起县城高端消费的底盘，从来不是私企老板，而是体制内群体公务员、教师、医生和核心国企员工，这些人的收入旱涝保收，是县城经济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国家转移支付的钱，很大一部分直接变成了这些人的工资。比如县医院的张医生月入1万，不用担心被裁，不用担心欠薪，也不用存太多钱防备失业，所以他敢放心大胆消费。他拿着这1万的工资去商场给老婆买了5000块的大衣，商场老板赚了这笔钱，转头就去当地最好的饭店请客户吃饭，花了3000，饭店老板拿了利润转身给儿子报了2万块的钢琴班，钢琴老师赚了这笔学费，周末约着朋友去麻将馆打牌，输了5000，麻将馆老板赚了钱，转头就去 4S 店提了辆10几万的代步车。你看张医生这1万块的死工资在县城的市场里流通了5、6次，硬生生创造出了好几万的 GDP。 之内的稳定收入就像一个永远出水的水龙头，流出来的钱在整个县城的消费市场里转一圈，养了不知道多少生意人。你去县城的高端商圈转一圈，但凡客单价高一点的店，问老板最核心的客户是谁，10有8九会说是体制内的家庭。逢年过节发的购物卡基本都流到这些店里了。那些看起来天天在麻将馆潇洒出手阔绰的小老板，其实赚的本质上都是在服务体制内购买力的过程中溢出来的差价。他们的生意好不好，全看这个水龙头的水够不够大。要是你在县城开个高端进口水果店，或者做个主打中高端的母婴品牌，你的核心客户肯定就是这些体制内的家庭。要是哪天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力降了，你第一个受影响，根本跑不掉。可话说回来，就算有稳定收入，就算做点小生意，至于要过那种看起来极其奢侈的生活吗？你肯定见过不少在县城没正经工作的年轻人，砸锅卖铁凑首付也要按揭一辆 BBA， 平时抽的烟喝的酒都比大城市的白领还好。很多人觉得他们是打肿脸充胖子乱花钱，但是你不懂县城的社交规则有多昂贵。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出过插叙格局，说传统乡土社会是靠血缘和熟人关系织起来的网络，这句话放在现在的县城依然适用。在大城市，你就算身家1000万，天天挤地铁穿 T 恤，没人会说你什么。银行给你贷款看的是你的流水，你的房产证，所有的商业规则都是标准化的，你有没有钱，靠不靠谱，查一下你的征信、你的社保就一清二楚。但在县城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生活在所有人都互相认识的熟人网络里，没有绝对的隐私，也没有标准化的商业信用体系。你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平时去哪儿消费，打牌打多大的，这些所有能被别人看到的消费行为，根本不是为了满足使用价值，而是你最高效的信用背书。假设你是个做绿化工程的小老板，开个10万块的破车去跟材料商谈合作，
人家见你第一面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快破产了，转头就要求你所有材料必须现款现货，1分钱账期都不给你。但如果你四处借钱凑首付，弄了一辆80万的保时捷开过去，材料商一看你这排场，觉得你实力雄厚，大手一挥，直接给你半年的账期，这相当于白给你几十万的无息贷款啊！还有银行的信贷员，平时跟你在麻将桌上打2圈牌，看你开这么好的车，出手又大方，几百万的经营贷说批就批，连你实际有多少资产，公司有没有流水都不用细查，甚至你去相亲开 BBA 和开10万的车，介绍给你的对象质量都完全不一样，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好处，根本不是什么虚荣。在这个没有标准化商业信用的地方，面子就是最硬的抵押物，排场就是最有效的资产负债表。你所有的消费行为本质上都是在给自己的信用加码，是在做极精明的信用扩表。你要是敢露穷，平时穿个破 T 恤开个破车出门，不用2天，全县城的人都知道你混垮了，所有的赚钱门路都会瞬间对你关上大门，连亲戚找你帮忙都怕你还不上人情。你以为他们是冲动消费爱面子，人家那是在为自己的生意铺路，是稳赚不赔的投资。但光靠转移支付托底，靠体制内的消费辐射，靠私人老板的信用周转，还不足以支撑县城动不动几十亿的新区建设。那些刚建好就没什么人住的新城，横跨整个县城的景观带，这些钱又是从哪来的？这就要说到县城经济最硬核的底牌，透支未来的土地财政与城投信仰，本质上就是一场金融炼金术。县财政手里没钱，对吧？那就专门成立地方城投公司，政府把一块还没开发的荒地作价几十亿注入城投公司，城投公司拿着这块地，再加上背后的政府信用背书，去银行就能借出100亿出来。这100亿拿出来之后，就用来修新区、建马路、铺管网、造公园，钱直接付给本地的建筑商包工头，这些人拿了工程款，赚了暴利之后，转头就去买现成的高价楼盘，去买 BBA 开发商，赚了卖房子的钱，再去政府手里高价拍地，政府拿到卖地的收入，再去还城投公司的贷款利息。你看这一圈下来，根本不用靠实体产业赚钱，直接把未来几十年的钱借到现在来花，凭空就造出来一大批有钱人。那些天天泡在麻将馆里的豪车车主，他们的第一桶金本质上都是通过城投这个管道，从未来的债务池子里提前舀出来的水，但魔法总是有代价的。这套循环能赚起来的前提是房子能一直卖出去，地价能一直涨，可县城的人口就那么多，老百姓的杠杆总有加满的一天。等到房子卖不动了，开发商就不会再去拍地，政府拿不到卖地的收入，就还不上城投的利息，整个机器直接就卡壳了。这也是现在无数县城在拼命还债的原因，毕竟透支的狂欢总有要结账的一天。很多人平时观察到的县城怪象，放在这套逻辑里就能找到清晰的答案。首先是大家最常吐槽的，县城年轻人没正经工作，却开豪车抽好烟。很多人陷入的常见误区是觉得这群人纯属鸡毛蒜皮的虚荣，纯粹是打肿脸充胖子乱花钱。可真实现状是，这是县城熟人社会里性价比最高的信用投资，一套面子包装下来花的钱，能换来更长的账期、更低成本的贷款、更优质的人脉资源，换来的收益远高于投入。但这里的潜在问题也非常明显，一旦县城的经济循环收紧，比如转移支付收缩、城投项目砍减，最先资金链断裂的就是这群靠信用扩表撑门面的小老板，没有实际产业支撑的信用泡沫一戳就破。第二类常见现象是，县城没有像样的产业，却到处搞大基建。不少人的常见误区是觉得这是地方乱花钱搞面子工程，除了好看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可真实现状是，这些基建的资金大多来自上级转移支付和城投融资，本质上是把外部资金导入本地经济循环的初始抓手。修路建公园的工程款最终会流到本地各个消费环节，带动一批小老板赚钱。只是这里的潜在问题也不容忽视，这套逻辑的核心支撑是地价和房价的持续上涨。一旦县城人口持续流出，购房需求不足，开发商不愿意拿地，不仅城投债务会出现兑付压力，建好的新城也会变成没人住的空城，留下一屁股待偿还的债务。第三类大家很少留意到的现象是，县城做高端生意的老板赚钱快，却很少有人在本地深耕一辈子。不少人的常见误区是觉得这些老板野心大，想去更大的地方发展。可真实现状是，县城本质上是个漏水的财富池子，上面还有一台隐形的抽水机，一直在把财富往核心城市抽。几乎所有在县城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人，最终都会选择把钱投到省会、北上广深这些核心城市买房子，要么为了孩子的教育，要么为了享受更好的医疗资源，要么为了资产保值。没人愿意把全部身家都留在缺乏产业支撑、资产增值空间有限的县城。背后的潜在问题是，县城的财富会不断被抽走，本地的消费市场天花板极低，一旦顶层的资金水龙头收紧，生意就会立刻陷入停滞。把这些逻辑串起来，你就会发现，我们看似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其实根本活在两套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里。这也是我们要明确的核心判断，县城和大城市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选择去哪儿发展的核心标准是你能不能适配当地的游戏规则。支撑这个判断的第一个分逻辑非常清晰，大城市虽然内卷、人情冷漠，所有的机会都要拼尽全力去抢，但它玩的是增量创造的游戏，规则相对透明，只要你有能力肯打拼，哪怕没有任何背景，也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赚到属于自己的财富。适合那些不愿意花时间钻营人情关系，想靠自身能力实现价值的人。第二个分逻辑也同样直白，县城的繁荣建立在转移支付、托底、体制内收入辐射、熟人、社会信用捆绑，还有庞大的债务杠杆之上，本质上是存量分配和透支未来的游戏，根本不是靠创造新财富来运转的。你要是想在县城混得如鱼得水，就必须把自己死死嵌进权力和资源的分配链条里，要么进体制端上铁饭碗，要么做和体制相关的生意，还要精通人情世故，舍得花钱做面子工程，打通所有能用到的人脉关系，不然你根本赚不到钱。更适合能适应熟人社会规则，愿意在人情往来上投入精力的人。我们把这套逻辑说透，不是为了制造地域优越感，也不是为了贬低县城抬高大城市，只是希望你能看清楚不同地方的游戏规则，在做选择的时候能有更清晰的参照。看完这些，你会更愿意留在规则透明的大城市拼杀，还是回到熟人情社会的县城寻找机会？希望你做出的每一个人生决定都是基于看破世界运转规律之后的清醒权衡，而不是盲目的随波逐流，别人在哪过得好就跟着往哪跑，最后才发现根本不适合自己。